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在介绍怪谈之前，先跟大家讲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小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有一点不适那其实最近新闻有说荨麻疹跟流感，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加上天气又变冷了，对不对？好 ，OK。那至于今天的恐怖怪谈是发生在哪里呢？我只能说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其实还蛮远的，算是在中南美的国家。然后呢，我想问的就是，你们常不常搬家？假如你们常搬家，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住进去的时候，在更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比你们还要早住进去了呢？其实要这样讲，原因就是这个人的经历他碰到的状况就是，他们搬到这个家，虽然他住的一开始还觉得蛮喜欢的，可是越住越不对，因为他总觉得家里面好像有一些看不到的住客。那其实这样的状况好像在台湾也有听说嘛，所以说问问看大家有没有碰过类似的状况。假如有的话，那接下来你来听听看，今天这一则恐怖怪谈会不会你们碰到的状况也跟这个人很类似呢？好，那至于他们是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有许多次，我觉得住在这间房子里特别的安宁，我非常喜欢这里。但是后来一切开始改变了。我们是在2005年4月搬进来的，又在同年的8月搬离。在这段时间里，有些时候当我独自在家时，我会听到孩子们的哭声，听起来像是2个孩子的声音，但并不常出现。我循着哭声走去，声音总是引导我到卧室里，靠近丈夫床边的墙角，那里我还能听到轻轻的敲击声，非常诡异。而当我走到房子的其他房间里，气氛完全不同，那里非常的平静，但只要我回到卧室，那冷冷的空气和哭声总让我感到一阵寒意。我觉得这间房子或许它的地基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我每次听到那些哭声，都感到极度的不安和绝望，心里总想着要帮助那些孩子，但我能做什么呢？同时我又害怕去面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声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起初我丈夫从未听到那些声音，但后来他也开始听到了。有一次我女儿因病住院，这已经是我们住在这里时她第3次住院了。是那个孩子的鬼魂在夜里警告我，并指向他的房间。某天晚上，我丈夫独自回家，他把车停进车库后，进到屋子里，突然听到了哭声。他无法分辨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起初以为可能是邻居的孩子，但这哭声听起来分明是从屋内传来的，微弱却又清晰。他循着声音走去，结果和我描述的一样，声音来自卧室墙角的位置。第2天，他在医院里告诉我这件事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他说他当晚无法入睡，头部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一般。我女儿住院的1周里，家里还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医院，问我丈夫是否我们家旁边的废弃房子要出售。顺便一提，那房子的主人正是我们租这间房子的业主。我丈夫告诉那个人，房子不卖哦，业主曾说过他们永远不会卖那栋房子。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那栋房子已经废弃了很多年。无论如何，那个陌生人自称是一名灵媒，说这个地方吸引了他，
甚至还给了我们一张他的名片。更奇怪的是，第二天晚上他又出现在我们家附近。当时我丈夫正在阳台上看报纸，他说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提到这个岛屿的情况会发生变化，并预言会有政治动荡，甚至可能爆发革命。他还建议我们赶紧办护照离开，这让我感到十分的不安，因为在他来之前，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情。即使在这些预兆中，我仍然经常看到那个小女孩，她总是默默地站着，看着我在做什么，从来不说话。虽然她的存在没有直接伤害到我，但她那空洞的目光总是让人心生恐惧。有一次，我在早餐后清理厨房，将一个干净的锅和叉子放在炉灶旁，打算稍后收起来。当我走出厨房时，听到了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叉子敲击锅子的声音。我回去查看，发现它们依旧是我放置时的样子啊！但我知道自己听到了声音，因为我故意敲了一下锅子，确认这正是我听到的声音。我低声地说：“你喜欢奶油燕麦粥吗？”因为我总是用那口锅煮燕麦粥，我隐约地感觉到他在向我表达些什么。我的丈夫听到我说这件事后，脸上满是惊讶，他沉默片刻，才告诉我，他刚刚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飘进了我们的房间。那个影子瘦瘦高高，半透明，没有头部明显的轮廓。当我问他那影子是否有看向他的动作时，他只是摇头说没有，他就那么路过。接着这些事情最终让我们下定决心搬离开这个地方。随着这些异象的频繁出现，我们的关系也每况愈下。我告诉丈夫，我已经和搬家公司联系好了，准备搬去我大女儿家楼上的公寓。但我丈夫他不想失去我，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他的长子旁边正好有一间房子要出租，我们可以搬去那里啊。听到这个提议，我很感激，因为我知道自己依然爱着他。搬家那天，我大女儿帮忙整理时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回应她怎么了？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满脸惊恐地说，我刚刚叫你的时候，明明看到你走向另一个房间，但你却从不同的地方回答我。我追问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她描述说，她看到了一个穿黑衣的身影，但那绝对不是我。她吓坏了，从那天以后再也不敢进这间房子。在清理房子的最后一天，我独自进入，让孩子们留在外面。我知道这会是我与这间房子最后一次接触。那些敲击声仍然存在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那个女孩和那位女士最后一次出现，静静地站着，只是看着我，没有说话。当我关上房门，彻底告别这里的时，我终于明白，这座房子仿佛有意吸引人进驻，然后再将恐惧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搬到新的地方后，我感觉轻松许多，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就是我还有我家人这个故事的结尾。保重。好，介绍完这个故事，其实它并没有很长。那你说它恐怖吗？感觉这个灵体好像对他们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就像结尾他所说的，那些好兄弟是不是真的在吸他们的恐惧呢？其实有这么一说啦，就是好兄弟会以人类的恐惧为食物，但是这种听到的比较少啦。在华人世界好像都是吸精气嘛，要不然就是吸你的运势嘛，等等之类的，就很恐惧，好像在欧美国家比较常听过，
或许也有吧？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华人世界，那些真的很怕好兄弟的人，好像也真的比较容易见鬼，会被这些好兄弟知道你害怕他们，他知道你恐惧，然后去吸你这些恐惧的负能量呢？或许也有可能，不是吗？好，不管怎么说啦，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所以你不做亏心事，你就没有什么样的恐惧能量，不是吗？虽然有一些还是会怕了，可是其实真的说真的啦，有时候人比鬼还可怕，不是吗？你有时候担心的是人，而不是鬼。好 ，OK， 我是构商的秦明，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好好保重，快过年了哈。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